上期视频已经与大家一起进行了首次打印测试，虽然过程比较艰辛，遇到了许多坑，但最终效果还不错。那么本期视频将教大家如何校准你的打印机，以确保你能打印出高质量的作品，并提高打印速度。我会结合这个图文教程，以及我调试打印机时的真实录像来讲解这部分内容。这个图文教程已经放在评论区了，而且可以在我自己的网站 ivcc.cc 中找到对应链接，省去了复制粘贴长链接的麻烦。在这里点击可以直接跳转。因为语雀文档它的图像加载速度要比我自己的网站，要比我自己的这些文档图像加载速度要快很多，这里就没有加载出来。这里就非常快。首先要进行的是框架校准。在 UM 结构 3D 打印机中，十字滑块部分的结构至关重要，它的顺滑度直接影响打印机的精度、稳定性和打印质量。我们可以从这3方面去调试。第一，要确保光轴够直，确保较高的安装精度，上下2个面是标准的矩形，同时也要确保框架受力正常。第二，可以尝试调节皮带张力。在安装皮带及同步轮以及电机的时候，要注意调节互相之间的张力。如果调得太紧，会导致运行中的阻力很大。第三，可以尝试涂抹润滑油，减小摩擦力。第二，我们可以现在打印一个测试小船，并记录对应的机器和切片参数。进行一系列校准后，可以方便对比两者的打印效果，这样就可以了解到所做的校准是否有正向的意义。这个测试小船可以直接从这里进行下载。这个小船呢，它包含了悬垂桥接以及曲面多种细节特征，能够让我们轻松的测试和优化 3D 打印机。比如说这个小孔的精度、曲面的光滑度、悬垂的效果，也可以通过掰断它测试它的粘接能力、它的结构强度。这是我第一次打印的小船，外围有一些多余的支撑，其实这些支撑是不必要的。另外呢，看这个打印效果也是非常的差，表面非常的不光滑，而且这时候我的速度也是不高，60到80这个样子。去掉支撑之后，它是长这样子的，看起来还可以，但是两侧明显光滑度不一致。第三，在 3D 打印过程中，温度控制是影响打印质量的关键因素。温度 PID 能够使加热元件温度保持在设定值附近，确保打印过程中温度的稳定性，提高打印质量。大多数的 3D 打印机固件，包括马林，都支持自动的 PID 调节。马林固件中 PID 调节的3个参数是这3个。自动调节要用到这个上微机软件，可以在官网下载安装。软件是长这个样子。进行自动 PID 调节是在手动控制这里，但首先是要连接打印机，连接之后发送 G-code 命令。由于我现在身边并没有打印机，所以没有办法演示。我这里放了一个大鱼的视频教程，讲得非常详细。对我而言却至关重要，这是你们对我的鼓励。要想打印效果好，等加热棒加热到200度之后，它就开始测试了。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。好，咱们进行下一部分挤出校准。挤出校准主要是针对挤出机的，精确的挤出长度可以提高打印精度。操作上也非常简单，先把耗材做个标记，再手动控制挤出一定的长度，然后测量实际进料的长度，实际的长度和指定的长度做对比。如果实际挤出长度超过了指定长度，那要在切片软件中设置流量补偿小于100%。如果实际挤出不够指定的长度，那要设置参数大于100%。然后同样是大鱼的 PID 校准的视频里，后面一部分是挤出校准的部分。然后在耗材上做个标记，比如在这里量100毫米的长度。等加热棒温度稳定之后，用上位机控制挤出机挤出100毫米，直接点击这里100。等挤出完毕之后，再量一下实际挤出了多少毫米。
比如我这个还剩下6毫米没有挤出，也就是实际挤出只有94毫米。这个时候可以在切片软件里面把挤出倍率调整到100除以94，也就是 1.06。以 Prusa 为例，在耗材师设置里面把挤出乘数改为 1.06。当然，这个倍率并不是很精确的，而且打印速度不同、温度不同，挤出的倍率都应该相应的进行微调。挤出这一部分也可以直接在打印机上进行操作。首先要进行预热，预热的同时，我们在耗材上做好标记。测量出一个10厘米的长度，再做第2个标记。等温度达到后进行挤出。好，第5部分，温度塔测试用于优化打印机的温度设置。它通过在单个打印件中着层改变打印温度，帮助我们找到特定材料的最佳打印温度，这也是提高打印质量的关键因素。这是我用到的温度塔，可以从这里直接下载。首先要在切片软件中记录每个温度区间的层高。然后设置合适的切片参数，比如我常用的打印速度是100。然后在切片软件中设置不同层高的温度控制点。设置好后进行切片导出击扣的文件。这是我打印出来的温度塔，目测195度是我最优的，是我这个耗材对应的最优打印温度。第6部分 XYZ 轴的精度测试。前面几期视频中讲到固件中步进电期细分参数的配置。这个参数是理论上的参数，但是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机械误差和设置问题，可能导致打印出的模型不准确，这对于精密零件的打印和使用将产生致命的影响，因此就需要精度测试和校准。我当时是使用了这个2厘米的小方块进行了测试校准，可以直接从这下载，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设计一个大尺寸的模型进行测试。网上也可以找到许多专门用于测试精度的模型。最后呢，根据测试结果调整步进电机的细分参数，或者在一些切片软件中也可以设置运动补偿和流量补偿。时间问题，过于细节方面的东西就不再去讲了。第7部分是回抽测试，合适的回抽参数能避免打印过程中出现的拉丝问题，进而提高打印质量。在网上有许多人用回抽塔进行了测试，可能需要人工修改击扣的文件，因为这个 IdeaMaker 中是不能进行不同层高的回抽参数设置的，因此就可能需要手动修改击扣的文件进行设置。也许有其他高级的切片软件可以实现这一过程。那么我当时是针对不同模型手动调试了几次回抽参数，进行了一个效果估计。总的来讲，回抽对模型整体的效果影响不是很大。如果大家遇到相关问题，可以在回抽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测试优化。进行了上面一系列的测试校准之后，就可以尝试不同的打印速度，可以尝试把速度拉到200进行打印。除了速度呢，还有加速度也是可以提高的。我当时还是用了小船模型，把速度拉到200进行打印，发现效果是有明显下降，但是总体还是可以的。这是200毫米每秒的打印速度的打印效果。打印机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对这个1200块钱组装出来的价格来说，既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经验，也收获了这一台
性能不错的打印机，我觉得它的性能能比得上2000元价位的 3D 打印机。下集视频我会介绍3种不同难度的建模软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观看。